延续上一集，为观众朋友讲解美国劳工受伤之后如何来申请赔偿之外，面对许多美国华人也来电询问说，有关公司加班、病假和年假这些规定，2015年刚上路的新版劳工法有哪些新改变呢？东森新闻法律你最大单元继续请来的是美国劳工法权威蒋佩芳律师为您说明。谢谢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法律你最大的这个新单元哦。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哦，这个上班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遇到加班，而加班的时候到底要怎么算呢？以及呢，7月1号开始呢，可能就要实施了一个所谓的带薪病假法，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一样特别荣幸的请到了蒋佩芳律师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首先欢迎蒋律师。你好，大家好。很多时候华人的公司啊，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很聪明的规定哦，也就是说他们说。就是你的工作是责任制，所以呢，责任制就是呢，我不给你加班，但是你就是要把工作做完。这个在美国行得通行不通？不行的，因为很多时候，除非说你是特别的人员，你才能这个样子。什么叫特别的人员呢？他非常的细，律师、医生。就连工程师要看他有没有那个 license， 所以工程师他们自己也要考那个 license 执照，所以有些会 qualify， 有些不会，还有一些就是supervisor， 就是 director， 他们需要很多 supervise 的话，然后你的时间是 flexible 的话，才不会 follow 像这样子的 overtime。那大部分都需要的，像 for example 给个例子好了，保险公司的 agent 他们有一个 class action 也在告，所以现在什么东西就是说你超过8个钟头的话，你需要付给人家 overtime 的。那 in home care 的话，在你家住的话是9个 hour 之后，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几乎我觉得不要 confuse 大家，也不想说让大家观众好像搞不清楚。如果你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的职业的话呢，大部分老板都要付你加班费的。OK，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哦。那么除了要付加班之外，其实呢，很多人他会想说，那我其实我不要加班，我可不可以呢自己决定哦？就是我不要休息，我也不要吃饭，我早一点下班，有没有可能可以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当然你跟你的老板有好的关系，你们可以私底下这样子讲。可是如果说我代表我的客人是老板的话，我会跟他们讲说不能这个样子，应该最少有一个家规 employment handbook， 他们手册讲得非常清楚。你要告诉你全部的员工说，他们有这个权利去休息时间是多少？对，每4个钟头他们去休息时间10分钟，还有每个6个钟头之后的话，他们要吃中午饭。那除非说他们自己写的纸条说，我不要拿这个中午饭，我那个半个钟头我就要回家了，因为不然的话，以后的话，他们如果告员工告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我觉得。手册非常重要，最少你可以说你拿不拿这个休息，我总不能每天看着你。这个法律也改了，以前的话，老板一直要逼着你去吃中午饭，老板要看着你们拿休息。现在前2年的法律也改了，现在就是说，只要我的公司的规矩就是说你要吃饭。你就是去吃饭，每6个钟头你就要吃个半个钟头的饭，反正你每次上4个钟头的话，你就有休息时间。只要你知道我有让你这样子做，而且我告诉你每个人的话呢，我的责任就不在我这边，我的老板，我是老板的话，我的责任就不在我这边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其实每年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他都会要请年假啊，出去玩啊。那有时候呢，请长一点，请短一点。这个部分的话呢，公司呢有哪些限制哦？或者是说员工呢应该要知道哪些请假可以请多长的限制？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老板的，我自己也是小公司，所以当然老板成员工，因为他们做得好，他们要请假出去玩哈，我们当然就尽量配合都会答应的。可是如果是小公司的话，他们要请1个月的假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还要付他薪水呢？如果是小公司的话，非常难。对，所以大部分的话，你可以说你每1年给你3个的paid vacation。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如果说你答应给他们这个的话，就是说我1年你上班1年的话，你都不请假，我给你3个paid 的请假的话，当他如果说今天不想再待这个公司，可是他从来没有拿他的 paid vacation 的话，我就要付给他那个钱了。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小公司的话，你忽然要离开，你跟我5、6年你都没有拿放假的话，我还要赶快拿钱给你付给你，因为你要走了，对不对？我需要付给你没有用的 pay 的 vacation 请假的话，有时候我公司真的是承担不了。对，真的。所以我现在就建议说，老板不要这样子做。反过来说啊，如果员工啊，他可能无故请假，
那这个请多久以后呢？可能老板呢就要注意说，他可能在法律上呢，他就是等于是有所谓的自动 lay off 的这种情况，该怎么样来注意？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复杂，因为这没有规矩，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律，现在还没有，所以你需要，所以我才跟老板常常讲，如果说你还没有那个劳工的手册的话，员工的手册的话，为什么非常重要有这个手册？因为第一，你刚刚我们就讲了，病假这是新的，7月才开始，对不对？还没到开始呢，那就换了。对不对？然后最低的那个工资也换了，对不对？现在是9块钱了，是的。然后马上又要再变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工资也一直在变。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手册的话，大部分有的，第一老板大部分都没有，小公司大部分都没有，有的话就是4、5年的。你想想看，这几年来都已经换了那么多了，你的手册根本就不是最 update。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被告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证据说，哎，这不是我的公司的 policy 啊，我的 policy 是适合法律的，对不对？所以就比较灰，所以你可以讲来讲去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刚刚问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说，老板，如果说你是小公司、大公司都好，一定要员工手册。那如果说你今天有员工手册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看说，你多久了？你也是不是要新改了？要不要 update 了？因为法律一直在变的。好的，谢谢蒋律师。观众朋友们，蒋律师呢，今天要特别提到呢，其实在工资法的部分，或在休假，甚至在请长假的部分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改变。而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请一位专业律师来咨询呢，帮你看一看到底哪边改了，哪边需要所谓的修正。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法律你最大单元，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谢谢。